因不会写契书，加之要给萧衍之换药，宋锦直接去了隔壁。宋锦临近院子前，从空间取出之前摘的苹果，提着走进东屋。四小家伙这回一个个变聪明了，看见宋锦进屋，立即惊喜接去果子，不等宋锦反应，麻溜全跑了，还将屋门关上了。因为张舅母告诉他们，不能妨碍爹娘造娃，要多给爹娘独处。他们不明白造娃是何意，但肯定是爹娘只要关一个屋子，他们就能有弟弟妹妹了。宋锦看见屋门被水关上，一阵哭笑不得，不禁怀疑是不是炕上的男人怂恿的，转头对上那双深邃满是柔情的凤眸。我来给你换药，另外找你帮忙写契书和香料写明。术后每隔3日需要换药一次，萧衍之昏迷时曾经换过一次，如今第2次换药时间其实已过2天。你说换药？换药好，二人又可以发生些什么？宋锦眼尖看见这男人勾唇，脸上传来一阵热意。周大夫交代，3天换1次药，以免切口感染。萧衍之想到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幕，期待的同时又心口漏拍。好，你腰带自己解开，闭上眼。要给这男人脱裤换药，他若一直盯着他看，让他怎么换？只不过他这话却让萧衍之僵直了身子。解开腰带那刻，不禁脸孔充血，那地方也情难自禁，传来一阵热意。但他不觉得难为情，对新月女人其本能反应，没有什么好羞耻的。宋锦见萧衍之解开腰带，并且闭上了眼眸，任由他宰割的模样，深深吐了一口气，转开脸，翻开他外衫，心乱如麻，摸到他的中裤，胡乱往下拖。可中裤似乎存心与他作对一般，拖了半天没能扯脱下来。等到他成功替他脱去裤子，胡乱遮住他那不可描述早已失控的那啥地方，宋锦大冷天出了热汗，萧衍之全身也滚烫如火炉，没敢睁眼看他。东屋的温度再一次飙升，且延续了半个时辰。等宋锦给萧衍之换好药和纱布，替他穿回中裤，双腿脱力，有点站不住，想逃出屋去。可以了，宋锦道了一句，就想逃，手腕却被一只大手扼住了。阿锦，你看了我的身子，是不是该对我负责？嫁给我。孤男寡女关一房中，并且做了夫妇才能做的亲密事，她就是他的女人了。他就是不想负责，也别想再赖掉她。你想得挺美。宋锦听了萧衍之的话后，实在没忍住笑出声，而且气氛因为他这一笑倒是不再尴尬了。赶紧松开我的手，系好你腰带，起身帮我写契书，我要准备明日元宵灯会摆摊的事，没时间与你掰扯。好，契书一事交给我。自己女人交代的事总要做好了，他与她才几日，进了何止一步，求娶她还得水到渠成，不能心急。萧大郎夫妇没有收入，宋锦决定让夫妇2人参与作坊一份子。夫妇2人都是勤快老实人，话也不多，且信得过。大哥，你帮忙将这些猪下水处理干净，肥猪肉切了榨油，我要用。大嫂，你与我娘家2个嫂子一起学做豆腐与豆渣饼。好的，处理猪下水这活我会做。好的，弟妹，要做啥你吩咐。萧大郎与徐氏果真是老实人，是宋锦使唤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丝毫没想过要图回报。宋锦将2人的表现默默记在了心里。阿锦，我听你说的汤、炒、烧用的香料一共13种，我给取名13香，炖肉则叫14香，烤料叫6服，卤料叫8服。你觉得这些名字简单好记吗？我只说了1遍香料配方，你就给全部记住了？你是不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啊？我看书1遍，大致能记住。这个大致2字很气人呐，难怪是男主，不能从武，肯定能从文啊。没有过目不忘、一目十行的本事，如何对得起他未来首辅这个身份？对于他取的名字，他十分满意，就是他不认识字，不知如何区分4种名字。我会在包装纸上写名字时，旁边画记好，这样你就不会弄混了。那感情好啊，等我空闲下来再跟你学写字。好，我等你。天知道，萧衍之盼他这句，简直盼得望眼欲穿。
1年1次元宵灯会，宋锦卯时就爬起来带着3个嫂子做豆腐。午时饭后，除了刘氏留在家里带孩子，娘家人萧大郎夫妇全都跟着宋锦，在萧衍之4小家伙全村人的目送下，正式出发永福县。宋锦一伙人推着板车，刚走出新村路口，就被石碑旁边的赵钱与阿二吓了一跳。我们闲着也没事，来给你们当护卫。这个借口他自己都觉得很烂，毕竟以宋锦与娘家人身手，哪里需要什么护卫？他不过是控制不住自己双腿，想趁着还在狠黑村时珍惜与他相处的机会罢了。那辛苦赵公子了，作坊会有赵公子一份子。随你走吧。宋小娘子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我们老夫人让我给你送摊位牌，大今儿起你们就摆主大街进口这个位置。宋锦顺着阿石手指看去，看到是黄金地段，顿时乐笑了。吴婆婆这是找了个好位置啊，实在太好了。阿石，替我告诉吴婆婆，这个摊位我太喜欢了，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谢。黄金地段果然不一样。你们卖什么东西？怎这么香啊？卖卤肉。这不就是猪肠子吗？这能吃？没错，这是卤大肠，不仅能吃，绝对美味。这个可不可以试尝啊？您是第一个客人，自然可以尝鲜。当他咬上一口的时候，猪大肠肥而不腻，独特好吃的味道顿时充斥他的味蕾。你这卤大肠怎么卖？论斤卖，50文钱一斤。猪肠子3文钱一斤都没有人愿意买来吃，你这莫不是觉得我人傻钱多好糊弄啊？客人，你信也不信，只要我在这里卖几天卤大肠，从今往后猪大肠会涨成天价，不仅比肥肉还要贵几倍，甚至可能买不到。我卖的是味道，这道菜放酒楼一斤至少300文钱，客人觉得我这道菜能进酒楼吗？这个富户胖成这般，山珍海味肯定没少吃，酒楼客栈也定是没少去。宋锦自信，别说50文，只要好吃，就是1两银，这富户也会买。给我盛2斤猪大肠。富户视线往卤猪头、猪蹄看了一眼，这2个也各盛1斤试下。好嘞，客人稍等片刻。宋锦这不开张则已，一开张就进账300文钱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永福县第2大酒楼金满楼的金掌柜偏巧看见了这幕。富户正巧是他酒楼的常客，他在一边全程盯着宋锦卖卤肉和卖配料。当萧大郎看见仅小半刻钟，篮子里突然多了600文钱，险些又想晕过去。但是经过宋锦的灵泉调养，他没能如愿晕倒。大哥，以后你就一旁负责收钱，收的钱多了，你就不会再晕了。我是金满楼的掌柜，之前给你买了卤肉的。你的配料包还有吗？我全给你买完。金掌柜买了各2斤卤肉回酒楼，还没来得及让掌厨尝一口，便让一个客人抢去了。那客人不仅出手阔绰，吃完卤肉仍喊不够。配料包有是有，不过我的秘制香料包种类一共4种，13香、14香、6服香料、8服香料。13香是汤、炒、烧用，14香炖食用，6服是烧烤料，8服是卤料。你的酒楼应该全需要。他原本就有打算找个日子将香料推去金满楼，没想到金满楼的掌柜自己找上门来，那就更合适不过了。要是买卖愉快，我可以承诺不给永福县第1酒楼卖香料，保你金满楼生意不会被抢。宋锦可一点没忘记那8个混子轻薄村里姑娘的事，那个陈地主的仇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宋锦在想，要不要趁机搞垮第1酒楼？萧家村刚逃荒落户就被陈地主盯上，平白毁了村里6个姑娘。在金掌柜犹豫要不要将300多包香料买下时，宋锦语出惊人：金掌柜，你想不想把酒楼扩大经营？要是想，后日我再来摆摊时，给你带来一种新香料，教你金满楼一道招牌美食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有招牌美食要给金满楼？你的意思，还有比你卖的卤肉更好的美味，而你愿意将新美食方子
卖给金满楼？两者不一样的美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但是我说的新美食，整个大号没有人见过，更没人吃过，保证会让金满楼成为整个大号头一家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好，我买。新香料和招牌美食可一定要留给金满楼啊！最后400包香料因为金掌柜全部售罄，宋锦送走金掌柜，身后的娘家人萧大郎夫妇，刚回来的赵钱、阿二，都被他手中的银两惊得不轻，一个个呆如木鸡。所有人此时脑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宋锦这钱太好挣了，不说篮子里的银两，单单是他手中的15两，就是农户2年总收入。可他一天就挣到了。你400包香料实际成本多少？磨料人工与原料成本大概4两。赵钱听了，俊眸再次一缩。香料售价50文一包，400包即得20两，扣除成本净赚16两。这香料若是大量售卖，简直是暴利买卖。宋锦真的是一座宝藏，无时无刻都在给他意外与惊喜。大家伙年15时出发去永福县，16的午时总算回到狠黑村。娘回来了，娘回来了！娘！宋锦双腿被抱住那刻，心中一暖，任由4小家伙抱住了自己双腿，转眸看向坐在轮椅上一身藏蓝色风光霁月的萧衍之。你的腿还不已牵动，怎么出来了？岳母正做家活，看不住9个小崽子，让我出来看着他们。才不是刘氏让他出来，是他一日没见宋锦，心里想得急。尤其他发现赵钱也跟着去永福县，心里头担忧。他害怕赵钱逮着机会表明心意，将他女人给拐跑了。宋锦原想骂胡闹，但感受到这男人能溺死人的温柔眸光，下次再这么乱来，我就不管你腿了。宋锦没有发现，他说这话时责怪的表情带了几分女人的娇媚，两个男人却发现了。萧衍之顿时心里乐疯了。阿姐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，我一定在家等你回来。赵钱有听出萧衍之话里的硝烟味，但此刻的他比较在意的只是宋锦的态度而已。宋锦在他面前从来不会流露女人娇媚一面，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答案。宋锦也听了出来，萧衍之在故意引人误会，不过他没有揭穿这个男人。赵兄何时回去？当四下无人，只有2个男人时，萧衍之眸底的暗芒不再遮掩，眉宇凌厉。萧兄这么害怕赵某留下来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？害怕倒不至于，只是想提醒赵兄，如此天赐良机，为何戎狄迟迟不来犯？还是戎狄已经在准备来犯的路上？赵兄逗留下去，不怕错失良机？见赵钱脸色骤变，萧衍之又笑。当今皇帝27子，竞争不可谓不激烈。赵兄若是这时趁乱回去，掌握了兵权，才能如虎添翼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若是赵兄再将10发连弩威力发挥得好，反攻戎狄，立下威望，那个位置唾手可得。可若是这兵权先掌握在太子手里，当今皇帝出点什么事可是非常的容易。等一切尘埃落定，赵兄再想回去就会成了奢望。这里回去京城快马加鞭，大概要2个月吧。2个月在狠黑村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可在京城，时局瞬间万变。至于赵兄问萧某害不害怕，萧某承认还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萧某怕的是，若阿锦跟了赵兄，赵兄的身份如此危险，成功了还好，可一旦失败，阿锦只会受牵连，身陷险境，甚至可能性命不保。不过萧某相信赵兄为人，赵兄绝不会为了一己之私令阿锦陷入险境，对不对？当萧衍之声音停下，赵钱脸色转为苍白。萧兄倒是很会攻心。萧衍之说的没错，他的身份很危险，成功了他可以坐上那个位置，失败了可能命丧黄泉，死无全尸。放心，阿锦拒绝了赵某，萧兄所担心的事不会发生，赵某也不会强行带他走，不日赵某就会启程，回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地方。
说完这几句，赵钱宛若抽光了全身的力气。阿锦拒绝了赵兄。虽然这时有些不合时宜，但他心里真的忍不住狂喜。萧兄虽赢了，可若是让赵某发现你哪儿对不起他，赵某绝对会让萧兄死无葬身之地。焦某自信这一天不会发生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不必赵兄出手，我自刎谢罪。这话赵某记下了。厨房帮忙做饭的宋锦一点也不知道院子里两个男人的谈话。饭后，除了小崽子们与刘氏离桌出了堂屋，所有人都留了下来。宋锦将摆摊一天的银两全部倒在了桌面，然后开始清点。元宵一日总收入31两500文。萧衍之在旁边记账，听到这数字，毛笔僵了一下。香煎豆腐400斤，每斤卖6文，进账2两400文；豆渣饼卖5文，520个，进账2两600文；卤肉50文1斤，150斤，得银7两500文；香料400包，50文1包，进账19两；黄豆100斤，成本4文钱；卤肉50文1斤，但因为猪下水不要钱，当时我记得花了900文，40斤香料，人工加成本4两银。净利润26两200文。衍之，你没算错吧？真有这么多？不是宋爹怀疑萧衍之真算错，而是不敢相信利润真这么多。岳父，真没有错，确实这么多。乖乖，这钱也太好挣了吧，跟白捡似的。一天挣20多两，就是酒楼营业一天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。我决定，我自己占40%，其余大家平摊。说完，在萧大郎、赵钱、萧衍之、宋爹、宋安、宋祥面前，逐个放下2两400文钱。爹，大哥、二哥，千万别说不要，如果你们说不要，这生意我就不做了。宋锦知道，娘家人肯定会觉得一家人不该分钱，绝不肯收他钱。不用分给我，以后我挣了钱，全部交给你。赵钱也将银两推了回去。我什么也没做，这钱不用分给我。而他这话出口，宋爹、宋安、宋祥、萧大郎动作如出一辙，刷刷刷刷，全将银两如数推回到宋锦的面前。哎呀，一家人分啥钱啊？这钱我也不能要。虽早就猜到大家伙会是这种反应，但宋锦仍忍不住扶额。这样，接下来我可能做牙粉，开美颜房，这些银两当成大家伙投入新作坊的启动本金，等挣钱了，每年年尾我给大家伙分份子钱，别再拒绝，拒绝我会生气。阿锦，牙粉这个好，要不你将我之前剩余银子全投入进去。他想着，日后他的人、他的钱、他的一切全是宋锦的，眼下左手倒右手，没差别的，只要宋锦开心就好。大哥大嫂，就按阿锦说的，投入新作坊，如意已经11岁了，大哥大嫂要开始替他打算。二弟，这……萧大郎与徐氏从来没有想过帮助宋锦需要什么回报，可是只要萧衍之开了口，二人才会听的。弟妹，谢谢你。二人虽老实，可是也不蠢，自然知道宋锦想帮扶他们夫妇。大嫂别说客气话，这些是您和大哥劳力换来的，我不过是把你们应得的工钱替你们投入作坊而已，没有大家伙，作坊靠我一个人可开不起来。我也加银两。锦缎钱袋里面装着5张100两银票和一些碎银。宋锦接过锦缎钱袋，打开数了一数，然后就想将银两倒出来，钱袋还回去。钱袋不用还了，你用着吧，我还有好几个。这是他的贴身之物，想给宋锦，不过是奢望日后宋锦拿出钱袋，偶尔能想起他。宋锦拿着钱袋的手僵在半空，萧衍之见了，大手堂而皇之握住宋锦的手，从中夺走钱袋。赵兄，焦某正好缺个钱袋，这个借用了。开玩笑，宋锦都是他的女人了，怎可能带其他男人的贴身之物？要带贴身之物，也必须带他的。
赵钱眸光一厉，但最后他咬牙切齿忍住了怒火，不过心里却暗暗记住这个仇。娘家人看着两个男人眉眼间的暗潮汹涌，再一次一阵无语。尤其宋爹，以前犯愁自己闺女嫁不出去，没想到现在要替闺女的桃花犯愁。两个男人瞧着喜欢他闺女，是真喜欢得紧，他的闺女不管以后选择哪一个，另一个肯定要受伤的。宋爹思来想去，决定当作不知道，甚至觉得赶紧将两个男人分开比较好。闺女啊，娘家这边随你主意，你想怎么处置银两就怎么处置，你说投入便投入，总之啊，娘家这边都听你的。半刻钟后，赵钱铁青着脸色回去他房子，萧衍之则拿着锦缎钱袋把玩。宋锦看着萧衍之轻扬的唇角，哪能猜不到这男人用心，只是他没有想到这男人对他占有欲这么强烈，居然有胆子敢跟未来皇帝叫板。二郎媳妇儿，你买的一块山边荒地塌方了，大半块地都给埋没了，壮劳力也差点被活埋了。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！对面的赵钱听了村长的喊声，几乎是宋锦这边才出作坊，他也同时走出院子。我陪你去看看。赵钱丢下一句，也不管宋锦答不答应，跟着村长便走。赵钱趁机递给宋锦一个玉扳指，你若去了京城的登云楼，凭这个就可以见到我。他想着，若是萧衍之哪天进了朝堂，他也应该会跟着去京城的。行，有了这个，以后作坊份子钱我才好给你。赵钱闻言凄凉一笑，他果然是一丁点幻想的机会都不给他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？快了吧，或许你哪天醒来发现我不在，就是离开了。他现在没有离开的勇气，他害怕离开就永远与他错过了。宋锦再没说话，因为他买的山边荒地近在眼前，全村的壮劳力此时都围在他的荒地上，其中一个壮劳力头破血流，额头正用一件衣服捂住。你这块3亩地至少埋了2亩，真可惜了。不过好在啊，人没事。宋锦闻言抬头往塌方的山上看去，只是这一看，瞳孔狠狠一缩。他虽猜到了狠黑村人短命有可能是喝水或空气污染问题，但他没有想到狠黑村的后山不仅有木薯，还有硫磺矿，塌方下来的石块全都呈现鲜黄色。这塌方下来的石块颜色怎么是黄色的？不过他却不知道这是硫磺，不仅他不知道，萧家村所有人也不知道，应该说整个大号都没有人知道黄色的是硫磺。宋锦想告诉赵钱，这正是制作火药的3种化学物质之一，不过全村壮劳力在场，他忍住了没说。人没大事就好，荒地埋了便埋了，我不缺这么1-2亩地，大家先回去吧。这件事实在太大了，他只能先烂在肚子里，其他人一个字都不能泄露，否则一旦让人知道硫磺能制出火药，全村人性命将不保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，与所有人一起回村去了。不过差不多回到作坊门口，只剩下他与赵钱的时候，你打算动身前还是先告诉我一声，我赠你2个好礼。唐刀他早就画好了，一直没给他，如今硫磺都有了，再赠送他火药，助他坐上那个位置，算是实现之前他100倍威力武器的承诺。说完这句，宋锦转身就想进作坊。阿杰，我现在最想要的并非是什么好礼。宋锦背脊一僵，我已经答应了萧衍之，1个心不可能分2个，而且我给的好礼你一定会需要。言罢毅然离去，留给赵钱一生难以忘怀的背影。翌日，宋锦与娘家人萧大郎夫妇辰时出发去摆摊。嘿嘿，宋小娘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让亲某好等啊。那个，我让你买50口炭火砂锅，买了吗？还有，让准备的其他配菜都准备妥当了吗？
一切准备妥当了，只等宋小娘子了。金掌柜说起这个，其实心里边很肉痛。他想不明白，宋锦为何让买50口砂锅做何用，并且准备这么多配菜，这可是花了他好几两银子。宋锦跟着金掌柜从后门进入了酒楼。接下来就是我要做的招牌美食，招牌美食名叫火锅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只要会切菜，会摆盘，加上我秘制香料，是个人教一遍都会做。宋小娘子啊，这个便是你说的新美食，让客人自己烫了吃的，全程不用厨子做菜。没错，既省时又省人力，而且火锅可以有多种口味，比如药膳火锅、羊肉火锅、麻辣火锅、海鲜火锅等。火锅香料我有做口味分类，你们按着客人要求放香料，还有准备配菜即可。如何？是不是很简单，很新奇？从来没有见过，更没有吃过。这话其实不等他问，在场所有人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这些字眼。火锅何止省时，是既简单又不需要厨子。直接点说，只要有一包香料，就能做出人间美味。都不必宋锦暗示，金掌柜很会来事，立即从袖兜里掏出一张面值500两的银票，递向宋锦。宋小娘子，你这个火锅香料，金某想买独家，希望你不要将火锅香料卖给其他酒楼，咱们签个契书，日后你的火锅香料只供金满楼。赵公子，我在定福县意外听到2个惊人消息，其中一个是有关皇帝的，据说他病了。你说什么？听说皇帝病得挺严重的，目血卡血。其实赵钱的老父亲如今什么情况，宋锦不知道。他记得书中时间线写道，3月份开始，赵钱的老父亲就因卡血很少上朝了。现在1月中旬，赵钱若不赶回去，不仅坐不上那个位置，甚至可能因此丢命。还有，我还听到一个消息，镇守西北的边军发现假装商队的戎狄应该很快要来犯。这2个消息可靠吗？赵钱一时分不清楚宋锦说的2个消息到底是真的，还是他希望他离开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认识了大半年，除了一件事，其他事我有骗过你吗？宋锦知道赵钱会误解自己，毕竟这2个消息来得莫名其妙，确实欠缺说服力。宋锦除了变美一事刻意隐瞒，其他承诺过的事他都逐一实现了。老姐，你瞒过赵兄一件什么事？我信你。赵钱自私不想让萧衍之知道他与宋锦之间的秘密。3天后就启程。行，3天后我会赶制出你需要的东西。3天，空间12天，应该可以做出他需要的火药。赵钱见宋锦毫不犹豫点头，没有想留下他的意思，心口仿若被无情捅了一刀。若没其他事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赵钱一刻也不想再留在这个伤心地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发狂。当堂屋只剩下萧衍之与宋锦的时候，萧衍之忍不住又问：老姐，你骗过赵兄什么事？宋锦转眸无语地瞪着萧衍之，突然发现这个男人不仅占有欲强，还很小气。他就说漏一句嘴，这男人就捕捉住了，还紧抓着不放。你真想知道？我怕我说出来会吓你一跳。说完，他提起桌上的茶壶，往手心倒了茶水，再往脸上抹去。当一张眉弯星月，水剪双眸，斑斑入画，绝美容颜暴露眼底。萧衍之俊眸狠狠一缩，呼吸一滞。这才是真的你？你是另一个人吗？从一开始回来的不是原来的宋锦。宋锦以为萧衍之会像赵钱第一反应一样问他脸怎么回事，他没想到这男人居然直接猜测他是另一个人。其实萧衍之这么认为一点也不奇怪，打一开始他回去就行为反常，原本自私的人不再自私，
原本一无是处的人，突然会武功，会做弩箭，会领兵作战，会医术，会做豆腐，会做牙粉、牙刷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不认识字。原本门可罗雀的金满楼，当时宾客如云，甚至到最后发现不仅不够桌子，连砂锅都不够用了。宋景早料到火锅生意会大火，但没想到金掌柜很擅长经营，不到1个时辰，整个县城人人都得知金满楼出了新美食，有钱的富户商贾们纷纷都等着天黑去占桌子尝鲜。对面的第一酒楼则成了鲜明的对比，门可罗雀。那个，我确实不是你原配，我只是一个孤女，亲生爹娘都死了，因为没有户籍，又意外发现你死去的原配五官与我长得极其相似，这才冒用你原配的身份，想借此落户。宋锦这话相当于完全坦白了，他双亲确实为国捐躯了，他也成了孤女，只不过他不会告诉萧衍之，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灵魂。抱歉，情非得已，欺骗了你们所有人。萧衍之听完宋锦的坦白，依旧一眨不眨看着他眼眸。你说给我3年时间，其实是因为这个缘由。原来他因为不是原来的宋锦，所以才碍于身份不敢随意接受他的心意。对，我不是你原配，看你心悦错对象，我们还是……感觉到他将要说算了2字，萧衍之心下一沉，慌乱打断。我知道自己心悦的女人是你，从头到尾我都很清楚明白，自己心悦的都是这双眼睛灵魂深处的你，不管你容貌作何改变。只是之前的原配，他很对不起，原配申允与他有直接关系。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名吗？你还是继续叫我宋锦吧。另外，请允许我继续冒充他，我很需要这个身份，而且我也不想让娘家人知道他们没了女儿，他们对我很好，我会替他尽孝。他的真名就叫宋锦，原来世界双亲赐的名字，他也不想更改。我想知道你的真名，可以吗？再叫宋锦这个名字，不管对他还是对原配都不公平。他不想他成为原配的替身，连名字都不能属于自己。是。宋锦听了纠结死了，不过大脑突然灵光一闪，我叫宋清舟。宋清舟是原来世界的曾用名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用上。宋清舟，你也姓宋？一叶轻舟，双桨惊鸿。我确实姓宋，我不单只与他长得极其相似，连姓氏都一样。其实我还因此怀疑过我与他是不是双胞胎。果然圆谎不容易，圆完一个还有一个，而且他这谎话对赵钱，对娘家人又是另外一种说法，他都忍不住担忧有朝一日会不会被拆穿。萧衍之心中微动，大手忽然握住他割桌面肤如凝脂般的柔荑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只想对你再说一次，我心悦的人始终是这双眼眸下的你。宋锦不仅被他滚烫的大手烫到了，心口也被他坚定的心意狠狠撞了一下。我很抱歉，你回来时我怀疑过你可疑，也怀疑过你们是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我从没想过去深究，反而冷待你，不解你。宋锦想挣脱他滚烫的大手，却被他牢牢扼住。你先别挣脱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心悦你，即便是他现在活过来站在我面前，我也可以很笃定的语气告诉他，我心悦的人是你。我想知道之前你答应给我3年时间，还做不做数？宋锦避开他烫人的视线，挣脱了他滚烫的大手。我不是在试着和你相处了吗？不作数，你以为我和你闹着玩？要不是想着2人在试着相处，不想隐瞒他，他会暴露真面目在他面前吗？太好了。想起一事，萧衍之红着耳根，试探又道：今夜是不是该给我换药了？3年太长了，3天他都等不及。他恨不得2人能再进一步，不然每日患得患失，难受。宋锦听到换药2字，脸孔不争气红了。他又不傻，这男人这刻故意提醒他给他换药，绝对心思不纯。
今夜是不是该给我换药了？想起前次给他双腿换药的一幕，宋锦坐不住了。我该去干活了，你也有很多活要干，不仅要帮我写一份3000订单契书，还要给香料包写名字。香料买卖算是做起来了，你给我使劲的写，写得越多越好。只要给这男人找足够多的事情做，他就会变得老实了。萧衍之见宋锦要落荒而逃，在他擦肩而过那刻，大手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拦腰一带，在他往后跌倒入他怀里那刻，两片冰凉厚薄适中略显苍白的唇瓣闪电速度堵住了他诱人的红唇，而他的身子此时正呈一个高难度的后仰姿势。宋锦真的被萧衍之吓到了，大脑轰鸣，忘记了反应。在萧衍之贪婪深入吸取他潭口的馨香时，更是如溺水的人一般紧揪住他的衣襟。正因为他的茫然无措，萧衍之心口一滞，呼吸渐渐沉重，变得更加急切。他惊喜发现他的味道如此美好，令他疯狂。他全身的血液宛如一瞬间升至沸点。就在二人险些窒息那刻，他喘着粗气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红艳双唇。阿锦，他声音粗嘎轻唤一句，仿佛要将这一幕深深烙入自己脑海里。宋锦闻声全身如遭雷击，猛地惊醒，眨巴了几次眼眸，总算回过神来，惊悚发现自己居然被这个男人亲了，不仅亲了，还险些被他亲断气。再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他的双手正抓着他的衣襟，而他滚烫的臂弯正圈住他的腰上。二人有多亲密便有多亲密。阿锦，他会突然吻她，有原始的冲动，也有故意成分。他只想尽快让她成为他名副其实的女人，在他身上烙上专属他的印记。你扶我起来。他要站起来不仅不容易，还可能一不小心跌到他双腿上。一旦撞了他双腿，那给他做的手术就有可能白做了。这男人作死，他可不想劳累自己再给他治腿。当萧衍之依言将他扶起那刻，把你手抬起来。你不会是……萧衍之巨眸一缩，猛地想起他说过，他敢逾矩就要剁手的话。他不会是想卸了他胳膊吧？他会武功，剑术也百步穿杨，且懂医术，要卸他胳膊轻而易举。当然，宋锦没舍得卸他胳膊，卸他胳膊就没办法给他写字了，而且还得他接骨回去，岂不累死？他只是抓住他手腕，撸起他袖子，张开嘴，狠狠地一口咬了下去。萧衍之疼得倒抽一口冷气，不过他心里却如同吃了蜜般甜。再有下次，真剁手，让你再变残疾。直到在他手臂留下一个鲜血淋淋的血口印，宋锦才松开牙齿，一把抹去唇上的鲜血，撂下话离去。这男人占他便宜，他也要在他身上留下他的印记，你来我往才公平。有了这牙齿印，看以后还有哪个女人敢来给他添堵抢男人。当宋锦身影消失去了隔壁厨房，萧衍之低头看了看他留下的牙齿印，欢喜的视若珍宝一般，舍不得擦去上头的鲜血。他这刻真的很开心。宋锦不仅没有责怪他吻了他，还在他身上留下烙印。他不是单丝，他对他是不一样的。宋锦去厨房，只是把斑点再点回去，确定自己又恢复原来模样，才回去娘家。不过他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他将脸上斑点掩盖得再好，浮肿的红唇还是被眼尖的刘氏发现了。闺女，你是不是和衍之那个了？宋锦差点没被刘氏一句话吓死。啊？哪个？哪个？你们没有最后一步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那意思就是只差最后一步了。闺女，我不知你为啥和衍之和离，眼下我也不知你为何又与衍之亲热，但是和离了，即便心悦对方，可也该先3茶6礼3媒5聘，咱不能直接跳过这一段就喜当娘，明白不？宋锦怔愣听了半天，似乎明白了，又似乎不明白。
他怎么感觉刘氏像是让他与萧衍之保持距离，又像是催婚？你好好想明白，若决定好了，我就让你爹去跟衍之谈。衍之想拱你这颗白菜，也得让他先将婚定了。娘，我与他才分户1个月没到，不着急嫁。啥？你俩都亲上了，睡一炕了，你还不着急嫁？你不会真打算哪天喜当娘了再说嫁吧？这真是他的闺女，做的事总是离经叛道，一天一个不重样的。娘，我会与他保持距离，再者我会医术，绝不会发生喜当娘一事。而且就算要嫁，我也要等他考上状元，当了官，3年后再说。害怕刘氏再拿3枚5聘说事，宋锦只能先哄着刘氏。只是他不哄还好，一哄险些将刘氏吓晕过去。这些话在刘氏耳中听来，他的闺女此刻想法更吓人。保持距离是没有错，错的是后2句。啥叫会医术，不会喜当娘？哎呀，我这心口疼。捂着心口就离开宋锦的闺房。制作火药3大化学物质：1硫磺，2硝石，3木炭。入夜之前，周大夫让药童给宋锦送来香料原材，还有大量硝石。宋锦打算送给赵钱火药，再助他一臂之力。当所有人都忙着第2天买卖的活儿，宋锦一个人去了山边自己荒地挖硫磺。然而他还没有走到荒地，就敏锐察觉到阿二在跟踪他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从我离开作坊就开始跟着了。阿二猜到宋锦不好绑，但没想到宋锦如此难对付。要知道他可是从小被训练成斥候，最擅长的就是跟踪与隐藏。既然送上门的，那就替我干活。宋锦知道阿二跟踪自己时，就猜到了阿二的打算。想到昔日逃荒一起同生共死过的伙伴居然想绑他，真的很生气。但想到赵钱也许不知情，他才饶过了阿二。给我装土，装完所有麻袋。你说什么？你打什么主意我知道，但看在你们爷面子上，我不与你计较，可只此一次。宋锦丢下话，自己也转身开始装硫磺土。我们爷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男人，全天下的女人都会上赶着做他女人，你为何不选他？你也知道，全天下女人都上赶了，我为何还要凑热闹？你……阿二直接噎住，死死瞪大眼，憋不出话来反驳。你怎么就觉得萧衍之将来就只有你一个女人？若日后进了朝堂，不说皇帝可能给他赐婚，朝中大臣也可能拼命给他塞小妾。你若是跟了我们爷即便不可能为你废除后宫，但独宠你一人应该能做到。还有一点，自古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啊？有些原配甚至主动给丈夫塞小妾，两相比较，你未免专横于甚度。听到阿二洗脑加贬低的游说，宋锦这时再看着阿二，仿若看个傻子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活儿你做不做？不做的话，我倒要去问问赵钱，他让人来绑我是何意思？强抢民女吗？我做。阿二此刻好气哦，原本他是来绑人的，结果人没绑到，反倒逼留下来做苦力。